在2021年，黑神话悟空发布了一段12分钟实机测试集锦，其中这一幕的场景就取景自大足石刻的地狱变相时刻。为了更好的观看细节，我就真的飞到了重庆，亲眼看到了大足石刻的震撼场面。所谓的重庆大足石刻是重庆市大足区内141处摩崖造像的总称。这么多处的造像，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初唐时期，晚的也是诞生于明清时期，其观感不可谓之不震撼。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震撼的石刻雕像居然没有跻身4大石刻之内，果真是文无第一，各有风骚，艺术圈排名仅供参考。而我们今天的目标便是其中的宝顶山摩崖石刻，这里是黑神话悟空真正的取景地，也是正八经的5A 级景区，更是国家级文保单位。此处的摩崖造像开凿于南宋年间，创刻者是南宋高僧赵志凤，大家务必记住赵志凤这个名字。在后边的视频里，我们还会和他重逢好多次。除了和赵志凤重逢之外，我也从未想到过自己居然也能在巡礼的路上与一位阔别多年的故人重逢了。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啊！很高兴能在重庆大足石刻再次见到故人。大家好啊，我是徐工。大家好，我是南希。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咱们待会儿就来好好逛一逛重庆大足石刻的宝顶山景区。言归正传，大足宝顶山中的黑神话悟空取景地有好几处，考虑到时间关系，我们今天专讲其中的地狱变相，余下的未来慢慢讲。本期视频是我黑神话悟空之旅系列的第2期，各位在我的主页搜黑神话悟空就能找到过往的节目。大足石刻我是自驾去的，导航的终点是大足石刻游客中心停车场，这边的车位很充足，价格我也给大家拍下来了，好像重庆景区的停车场基本上都是这个价位的。越过停车场，我们往景区方向走，能看到这边的宝顶渡槽，这是在1972年依据古代桥梁的工艺建造而成的。别看它是新建的，既然我们要展示水利技术，那实体建筑当然比书本上的文字更直观。在我们抵达大足石刻本体之前，还会看到很多古色古香的建筑，这些都是2015年新添的古建，所以无需介绍。然后我们直接奔向观光车，一路上山。小交通的第一站就是大足石刻景区，我们走进入口看到的第一片摩崖石刻就是刘本尊行化道场，正中端坐之人便是刘本尊。刘本尊是佛教密宗第6代教主，成名于5代十国时期。十国中前蜀的国王王建曾将刘本尊请入宫中供养3日，使其名声大噪。修造大足石刻的赵志凤，他信的也是密宗，所以也在这里为刘本尊造了塑像。最下边一层是密宗的明王造像，其表情多变，兼具人间的喜怒哀乐。可惜下面没有完工，因为当时战火连绵，打的赵志凤都没钱了，所以后半部分就没修完，这便是历史的无奈与遗憾。再往前走，就来到了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也就是地狱变相。现实中的地狱变相石刻人气很高，也吸引了很多外国人来此巡礼。地狱变相的正中央是地藏王菩萨的塑像，他手中的宝珠射出4道光芒，可上至天堂，下达地狱。但是在游戏的原图中，这个场景是裂开的，地藏王菩萨根本就没出现。如果我们仔细看，还会发现游戏中出现的大足石刻地狱变相是左右颠倒的，游戏场景中的左侧对应的是现实中的右侧，游戏场景中的右侧对应现实中的左侧边缘，而且这2处取景可都不是镜像，而是直接原样拿进来的。这就意味着游戏中的场景并不仅仅是把现实场景砸烂后的样子，而是对现实场景的颠倒重组，这更有3界时序、天地一手、妖魔外道统治世界的感觉。然后我们继续观察其他的细节，游戏场景中的最上层是十斋日佛，在现实中分别是定光佛、药师佛、普贤菩萨、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地藏菩萨、毗卢遮那佛、药王菩萨、释迦牟尼。10个佛对应10个持斋日，视为十斋日。游戏中场景的第2层是十殿阎王，折合到现实中分别是秦广王、楚江王、宋帝王、武官王、阎罗王、变成王、泰山王、都市王、平等王、转轮王。再往下看就是恐怖的地狱场景，图片最左侧有2个冻得哆里哆嗦的人，在现实中的大足石刻中，这个叫做寒冰地狱，用来惩罚让人无端受寒之人，某些欠着房子不给还要打人的家伙早晚得来这儿报道。寒冰地狱上边是一个牌子和一杆秤，在现实中这个叫做业秤，用来称量人的善恶。生前那些天花乱坠的 PPT 到这儿都不好使，只能对着这杆秤说话。业秤下边有个马面在搅和汤锅，这个在现实中叫做和汤地狱，这里专门惩罚伤害众生之人。过往这几年我们一定见过这种人，这就不用多说了。然后我们看对面这个区域有点暗，
尤其看我箭头指着的地方，这个在现实中叫做业镜，这个指的是明镜高悬，量刑公正，在地狱类的竞品中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业镜下面有个小鬼举着锤子要砸人，在现实中这个画面就清晰了很多。这个叫黑暗地狱，是用锤子锤瞎双眼，让受罚的人勇堕黑暗。最右边这个场景在游戏中只有一半，在现实中就很清晰了。这个叫刀具地狱，在阳间拐卖妇女儿童的人到这边直接锯成2半。其余的地狱场景在游戏中没有出现，大家自己看看就好，那都是相当残忍。另外这边还有一幅戒酒图，描绘的是人们饮酒后的丑态。在佛教的世界观中，饮酒就是罪过，所以也放进地狱了。我不信佛，也觉得这个图非常正能量，因为戒酒撒疯的那些人确实很操蛋，他们确实该到地狱里醒醒酒。以上咱们都好理解，但这个养鸡女也被送进地狱了，养鸡算是个什么罪过呢？我迄今也没看懂。然后我们来说说这里的最大彩蛋，那就是主持修建宝顶山石刻的赵志凤把自己刻在了地狱的 C 位，这叫做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而事实上他抛弃了尘世间的享受，并把自己的全部财产全都投到了这摩崖石刻中去。他的雕像虽然身处地狱，但他本人却以名垂青史，而他的故事和壮举更是以黑神话悟空这款游戏为媒介，走进了你我的视野里。人这一辈子其实很短，但有些人却能在这短短的一辈子里留下让旁人代代相传的回忆。赵志凤如是，大足石刻如是，西游记如是，或许黑神话悟空亦能如是。我真心希望他能走得更远。关于地狱经变的解说就到这里，大足石刻其他的地方我们改天再说。下一期要往其他的取景地闪现了，猜猜我们下一期会闪现到哪里呢？看到这里的朋友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和徐工一起读城，一起旅行。